经常有无神论者和我辩论，说如果宇宙是上帝创造的，你把一切都推给上帝，那么上帝本身是怎么来的呢？这个问题算是问到了神学和哲学的核心命题。我们现在都认同宇宙有起点，那么上帝呢？无神论者抛出的问题，本质上是在用一种叫无限溯源的方法来消解作为第一因的合法性。他们的逻辑陷阱是这样的：首先给出一个大前提，一切事物都有起因；接着给出小前提，上帝也是一项事物；最后给出结论，上帝必须也有一个起因。但这个大前提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凡开始存在的事物都有原因。这就是著名的克拉姆宇宙论，他的论述是这样子的：凡是开始存在的事物都有其产生的原因。宇宙开始存在，因为这是目前的科学共识，如大爆炸理论。因此，宇宙有一个产生的原因。上帝的定义是非受造的、永恒的。如果上帝也是被创造的，那他就不是上帝，那个创造上帝的上帝才是上帝。逻辑上，我们说必须有一个第一因或不动的动者，否则因果链条将陷入无限倒退，导致现实根本无法发生。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为什么逻辑上必须有一个第一因呢？我们再用计算机程序来证明一下。如果上帝也需要被创造，那么创造上帝的上帝 A 也需要被上帝 B 创造，这在程序逻辑里叫死循环。一个无法终止的递归程序是无法运行的。现实世界既然已经运行起来了，说明这个递归一定有一个终止条件，这个终止条件必须满足。它是非受造的，否则递归会继续；它是超时间的，否则它会有起点，从而需要一个原因。所以，上帝是第一因，在逻辑上是必然的选择，而不是一种逃避。如果我们用计算机程序表示一下，那可能会更清晰。如果您没有程序设计基础也不要紧，代码会非常简洁，我保证您即使当文字看也完全看得懂。无神论的主张用递归程序表示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死循环，最终会导致战役处，永远无法执行完。如果在计算机上执行，会导致死机。为了程序合法，我们必须要有递归的终止条件，所以有神论者的程序是这样实现的，一定要有一个递归出口才是正确的。顺便说一下，我们习以为常的时间也开始于宇宙大爆炸，只有有限的事物才需要时间来表示它的诞生和衰败。而上帝无论什么情况都是永恒和无限的，无论哪一刻它都不会改变，因此时间对于上帝没有意义。既然上帝没有之前和之后的状态切换，那么被创造这个动作，它属于一个状态改变，这个状态改变在上帝身上就无法成立。说到这里，我不知道你看出来没有，当我们在争论为什么宇宙会诞生这种终极问题时，本质上是因为我们站在宇宙内部，试图解释宇宙的外部。然而，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告诉我们，在一个足够复杂的系统内，总有一些真理是无法在系统内部被证明的。试图用宇宙内的物理定律去解释物理定律为何存在，就像是试图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它必然失效。无神论试图在不引入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解释系统。然而，无论是多重宇宙还是量子涨落，它只是把宇宙起源往前推一步而已，仍然回答不了终极的起源问题。无神论者最后还有一套科叫奥卡姆剃刀，他们会说，既然看不到上帝本人，何必要说他存在？直接用科学解释一切不是更简单吗？他们不知道的是，奥卡姆剃刀不是为了剔除上帝而存在的，它是为了剔除不必要的复杂性而存在的。无神论者的剃刀剃掉了上帝，却留下了无限个宇宙无法解释的精细常数和自发产生的幻觉。不仅如此，为了维持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观，他们必须给人类文明中最核心的那些特质，包括而不限于道德、爱、正义、人性意义等等概念，强行打上无数个极其臃肿的补丁。从计算机科学的角度，这叫架构选型错误。如果你选错了底层的真理来源，你就要为你的系统打上无数个补丁来模拟那些本该由底层提供的功能。而有神论者的剃刀保留了一个上帝，却解释了宇宙的起源、法则的统一和生命的意义。小结一下，我们说啊，最简洁的解释不代表字数最少的解释，而是解释力最强的解释。上帝不是我们吃饱了没事或者愚昧没文化而创造出来的累赘实体，它更像是物理学中的大统一理论。如果一个理论能用一个公式解释所有现象，它就是最简洁的。上帝就是那个终极简洁的答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